今天分享一套赤霄在宗师王者局连吃3季的阵容，羁绊追踪者极客。羁绊追踪者在这个赛季进行了改版，从原来只需要7个羁绊变成了8个羁绊。如果没有了解过怎么拼羁绊，会非常的难开。这期视频，赤霄会教你羁绊追踪者怎么开不会过载，并且告诉你它和极客能够碰撞出怎样强大的化学反应。我们讲一下羁绊追踪者该怎么开。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保留图中的4张核心卡。我们有2个开启的节点，一是7级，二是8级。在7级开羁绊追踪者的条件比较苛刻，需要同时有特朗德尔和娜美。这样我们在这6个人口已经凑出了7个羁绊，我们只需要再上一个哨兵或者搏击牌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上了8人口，我们的选择就会更多了。我们可以选择这5个核心的牌，我们此时还多余3个人口，我们只需要在这4个羁绊中任意的找出3个来凑出羁绊，就能凑齐8个羁绊。如果没有娜美，凑到了吸血鬼与盖伦，同样也是一个不错的组合。此时我们已经拥有了6个羁绊，我们只需要随意再凑齐剩下4个羁绊中的2个羁绊，就可以达成8羁绊。这里有一套7级时的特定构筑，如果刚好有相应的牌，也可以用这套牌来开出羁绊追踪者。我们来讲一下羁绊追踪者与极客之间的联动，为什么他们配在一起会这么强。首先众所周知的是，极客在多装备的情况下能够提供高额的护盾值，而羁绊追踪者提供的6个转职相当于12个散件，能够足足提供600的全队护盾值。其次，除了高额的极客护盾值之外，极客这套阵容本身能够接纳非常多的转职，大多数转职在极客阵容里都非常有用。我把转职大概分成了3类梯度。第一种是有一点用，但是不是很多；第二种是有小用，但不厉害；第3种是非常强，有了就明显能够强很多。我们来讲这一档，非常强的这一档。极客转就不说了，我们来讲一下伏击专家。由于极客阵容本身携带2个伏击专家，所以极客转能够开出一个3伏击专家的羁绊来，基本上能够等同于一件法爆或者无尽。如果我们刚好随到了搏击转，我们可以考虑在8级时去上螃蟹和卫，再把转职给到艾克，这样我们就可以凑出一个4搏击来。搏击既能充当艾克的装备，又能给卫和船长提供一个羁绊的增强。我们再来讲讲这边的转职。在有炮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把炮手给普朗克充当一件装备，同时我们可以不上厄加特，我们上卫来增强我们的实力。在有格斗转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考虑不上蜘蛛，转而把格斗转给到一个前排，例如艾克，充当一件装备，同时能够给全队开出格斗家的增益来。在我们拥有兰博的情况下，哨兵转将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存在，可以帮我们少上一个哨兵的义子，同时哨兵本身也能够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双抗。在这里，如果我们遇到了实验品转，我们可以考虑在上螃蟹的同时上另外一个试验品单位，例如蒙多，开出一个3实验品来。蒙多可能比较差，最好的应该是努努，当然狼人肯定是最好的。我们通过3实验能够提高我们前排的一个坦度，而执法转用处就比较小了，基本上必须在上位的时候才能用到，提升幅度也比较小，因为是单体的增益。野火转就更差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用。OK， 我们终于把羁绊追踪者和极客阵容相关的东西讲完了，我们还是照例来一场对局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海克斯，可以看到这把的城邦是河蟹。由于我们有一个船长和2极客的开局，勉强是可以过渡的。这里超级巨星一定不对，我们在河蟹局尽量不要玩低费的毒狗，执法这个专属强化也不强。正常的局可能会考虑一下失败中变强，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不错的过渡，大概率走不出一个很高的连败来。包括说河蟹局是多经济多装备的，失败中变强的很大一部分功效会被稀释。我在考虑要不要拿反响直接去走极客或者相关的高费阵容，因为这里场外的质量都不高，还有一家冲榜战士，基本上碰到就会赢，但还是刷掉了，还是选择了拿一个星际源作为一个经济，因为我觉得我这里的场面并不算太差，稍微上一上人口，有几率嫖到更好的牌，也有机会赢，包括说换掉更多的怪。
为河蟹局留下容错空间。这里我们走位不慎，连续遇到3家比较强的，我们都打不过。有一点需要严重注意的是，我们在连败的时候，千万不能胡乱上人口以及合成装备。我们连败唯一的优势就是能够灵活的摇摆阵容，并且选到更好的装备。而我们一旦把装备合了出来，就代表着我们在很多阵容上都没有摇摆的空间了。选秀这里由于刚刚卡钱，我们没有留下2张瑞尔。如果在2张瑞尔的情况下，这里是一定会拿瑞尔的。但是在没有瑞尔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确定到底是法系阵容还是物理系阵容，所以拿了一个更为保险的全套来进行摇摆。如果是正常的对局，这里空城进行5连败可能会更好。但这里我观察到外面厉害的基本都被我碰过了，有几家是有机会可以赢的。如果我把我手里的这些牌卖掉，我大概率5连败走。如果我还是上这些场上的质量，有可能可以走一个2连胜，并且我留下来的相关极客一子，有机会在3个2的海克斯中开出极客转来，很容易重新走出一个连胜。这里我们打完野怪出来，我们的装备依旧非常的摇摆，走物理系和法系都好像有一点可能，没有绝对的说一定要走某个特定的阵容。我们当前的质量也不高，既然如此，我们就再看一眼海克斯，让海克斯来决定我们的对局方向。我们来到第2个海克斯，首先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再拿第2个经济了，我们选择刷掉这个商店刷新。斗转老鼠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出路，但这里我们连老鼠的第2件装备都很难合出来，更何况在河蟹局的情况下，别人的上限都很高，而斗转老鼠的上限比较一般。我们选择再次刷掉之后，看到了羁绊追踪者。由于我之前已经用极客追踪者吃过2把了，对这套阵容非常的熟练，也是毫不犹豫的锁下了它。其实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血量并不适合玩羁绊追踪者，因为当你开出来并且要上人口地牌的时候，你大概率要过载2个回合，这2个回合又大概率要掉血，一旦没有容错，羁绊追踪者很容易老8老7走。同时在选择羁绊追踪者的时候需要注意，你需要拥有一个足够的经济，能够支撑你启动，提早去找羁绊追踪者的牌，并且放一轮，让羁绊追踪者爆出文章来。因为那些牌不一定能够自动嫖在你手上，所以你一定要用额外的经济去把那些牌给找到。既然我们大概率定下了极客这套阵容，我们就需要为船长和飞机去找装备，同时把差不多该合的装备都合一合，尽量保下更多的血量来。羁绊追踪者不缺少上限，怕就怕在由于手忙脚乱掉了好几波容错，最后遇到几家天虎哥被迫老7老8走。我们这里运气比较好，在7级时就抽到了我们的标准阵容，开出了8个羁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思考时间来思考这些随机转职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运气比较好，爆出了一个极客转和一个可能会有点用的试验品转。其实有一个极客转就已经开得相当之好了，我们这里只要正常在8级地牌地到2星船长和1星飞机，基本就能够锁血了。这里上8之后的操作比较多，我没有充足的钱，所以索性把不相关的棋子全部卖掉，提前在河蟹启动。但这里我其实是有新纪元的，还能省下8块钱来，但提前拉了就享受不到这8点经验了。这里我打的时候不是很专注，大家也尽量引以为戒。
我们在4-1开始之后快速抽牌，因为4-1的准备时间比较少，但我们的血量已经很低了，我们要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质量来稳住我们的血线。这里其实抽到6级克就可以停手了，因为装备实在太多了，需要去分配。而如果我们还继续抽卡，我们的装备就很难给上了，尤其是极客的幸运装备，一旦不给上，质量会差很多。不过我们这里确实装备爆得特别烂，都是眼泪大棒什么的，有一些难以分配。我们来到海克斯选择环节，在没有无尽的情况下，厄运保护一定是最好的海克斯，但无奈看到了潘多拉，这跟看到了真实的潘多拉魔盒又有什么区别呢？开了羁绊追踪者肯定会拿这个海克斯的。其实拿了这个海克斯，我们不一定有优势，因为我们大部分转职都要放到台面上去变，这个时候转职就没法为我们提供护盾量，我们等于是让了一个非常强的战力海克斯。不过所幸我们现在装备确实有点差，潘多拉变2回合也能勉强弥补我们装备上的不足。当然我们这里只有2波容错了，我们尽量就把能用的给用上，不要过于的挑剔。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部分装备都没法用，说实话，如果不是这个潘多拉，这把可能真不一定能够走出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来。我们遇到的这家老鼠质量也比较一般，我们让了这么多装备，也是理所当然的输掉了这一局。我们出来之后又变出了一个极客转和搏击转，这个时候只要稍微递出一定质量，就一定可以锁血了。玩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感觉随便吃鸡了，只要上9找到兰博，就一定能够开出9极客来，甚至在考虑这些装备要不随便都合一合，只要能赢就可以。选秀回来，我们找到了蜘蛛和飞机，这下是彻底的锁血了。相应的装备该做也可以做一做，甚至这个野火转想给其实也可以给，主要是极客的护盾太厚了，跟野火其实形成不了很强的联动。这个执法转倒是还不错。我们来到异变选择，其实这个龙魂就已经可以拿了，没有想象中那么差。不过我们刚刷，我们还可以稍微递2手，一递就递出了最好的双刀流，这下装备又多了2件。在我们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4-5我们遇到了炼金哥，他有转职和毒物，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找大嘴去给。我们这波如果站位站好一点，其实有机会能够赢。但可惜了，还是差一点输掉了。野怪出来，我们找到了兰博，并且合成了哨兵转。这个时候只要上9，一定能有9极客。但此时场外有一家毒物炼金，大概率可能还是吃不了鸡。这把是我们的潘多拉，让很多转职变成了好的海克斯。其实这把如果正常运营，依靠一个极客转的羁绊追踪者和厄运保护，我们大概率现在也是这个战力，并不会差太多。这里我们前够拉9，开出9极客来。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即便这个义子被塞满了装备，依旧是可以变出一件光明装备来，就像魏一样。而偷偷也可以变成光明偷偷，但跟普通的偷偷一样，不会变成幸运偷偷。在我们潘多拉变出多个转职的情况下，我们唯一潜在的敌人只能是那家毒素炼金。据我的观察，毒素好像会朝人群最集中的地方发射毒物，
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左右两边的质量差不多相等，避免站在一起被群体控制。5-5，我们又遇到了这家炼金。在我们分散站位的情况下，对面不能一下子毒到我们的所有人。不知道对面是没有抽到大嘴，还是不想把毒素换给大嘴。对面的希尔克用毒素频率还是较低了。最后一波我们和炼金顶峰相见，这里我觉得他就算是把毒素给到大嘴，估计也赢不了我们。我们的质量实在是太饱满了，包括兰博的神装，一个大下来基本快把对面前排全部清平了。视频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套打法，在没有高经济或者高血量的情况下，谨慎玩羁绊追踪者，很容易在追出来的那2回合严重过载，掉大量的容错，最后被天胡哥老七老八带走。